在上一期的视频里，我们聊过很多3、4岁的孩子会有一些很奇怪的回忆，回忆的有可能是他们前世的一些故事，甚至这些事情都可以被证实曾经真实发生过。那么前世记忆是不是只有孩子身上才会被证实呢？是不是只有个别特殊的孩子才会有前世的记忆？轮回是不是一个偶然事件？那么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什么呢？就是精神领域和心理学领域专家所记录的关于深度催眠中的前世记忆。简单的理解就是说，深度催眠是让患者在被治疗的过程中会回想起过去的经历和情景，并找到自己生病的一些根源，从而找到答案和解决方法。但是呢，深度催眠它也有一定的争议，它也并不适用于所有的疾病和所有的患者。也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心理学的学术背景下面，以及很多专家在给病人进行深度催眠的过程中，有一些专家在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都不约而同地发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前世记忆有存在的可能性。布莱恩·韦斯他有一本书叫《前世今生实证回归疗法》，还有一位专家呢叫伊恩·史蒂文森，他是50年前就在美国开展轮回案例的一些记录和研究的。他有一本著作呢叫做《20个案例轮回》，这些案例记录着病人通过回忆前世的一些记忆来治疗当前生命中的一些病痛，并且在治疗后他们的症状竟然得到了缓解和甚至消失。前世今生实证回归疗法的作者布莱恩·韦斯教授，他本身也是深度治疗和回溯疗法的一个先驱。他的这本书里面就记录了很多案例，其中有一个很著名的案例呢，就是一位叫莉莉的女性。她在年轻的时候被诊断出有哮喘和过敏，始终无法得到一个很好的治愈，不管她用什么样的医学手段去治疗，她的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她。他辗转找到布莱恩韦斯医生的时候呢，韦斯医生给他进行一个深度催眠的疗法，韦斯医生把这个叫回溯疗法。他在深度催眠中竟然回忆起他曾经是一名意大利的歌剧演员，他是死于一场歌剧院的火灾。他回忆起自己临死前被黑烟笼罩，他那种非常强烈的非常深刻的这种死亡的窒息感，包括这种浓烟火苗对他身体的一种吞噬，这些感受这些身体的伤害以及他死亡前的那种场景可能导致了他这一生一些严重的哮喘和过敏的问题。而且这位莉莉女士在布莱恩·韦斯教授对她进行一个深度催眠的回溯疗法以后呢，她的症状竟然慢慢的缓解了，并最终消失了。这也不由得让布莱恩·韦斯教授进一步去猜想和大胆的证实，也许每个人都是有前世记忆的。但是也有反对者并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他们觉得前世记忆的一些案例可能有3种原因。第一种原因是什么？基于想象。他们觉得在深度催眠的过程中，有些人可能会进入了一个被引导的或者自己想象出来的一些关于前世记忆的场景和故事中，这些内容可能并不存在他们的潜意识中，而是纯属想象，就像我们做梦一样，梦的很多场景是基于一种幻想。但事实上呢，很多被催眠的病人，他所提供的前世记忆根本不是他能够想象出来的，他也不具备有这种想象能力。如果是基于想象，那为什么他们想象出来的这些前世的记忆会有一些跟真实的历史事件惊人的一致呢？有一些历史事件甚至在我们现有的文献中它是没有被公开过的，或者说在这个病人被催眠之前，他也并不曾接触过这些历史事件的一些影像记录文章记录报道都没有。我们现在来分享一个案例呢，就是可以证明
前世记忆它不是纯靠想象的。这个案例呢，被记录在布莱恩·韦斯教授的一本著作里面。帕梅拉·杰隆女士在进行深度催眠的过程中，她回忆起自己曾经是18世纪晚期的英国人。她说她在那个时代，她叫帕特里夏·哈德逊，她描述了那个时代的她的人生经历、家庭、事业、个性等等，而且她非常详细地描述了她死亡的场景。她在深度催眠结束以后，自己也觉得非常的好奇跟惊讶。他回到现实生活中以后呢，他也感到很困惑，他就去对这些记忆进行调查和研究，并且找到了相关跟这段记忆有关的一些历史记录和文献，以证明他自己回忆的这段记忆的真实性。比如说，他在前世中回忆起自己叫帕德里夏·哈德逊，然后他去找啊，在18世纪晚期的英国确实有这一位人物的存在。他还在档案记录的地方找到了一份18世纪的结婚证明，证明里面的那个主人公就是帕德里夏·哈德逊，而且嫁给了她的丈夫叫约瑟夫·奥斯本。这2个人都在她的前世记忆中被提到过。这个案例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也在媒体上得到了报道。依然会有人怀疑说这些事情的真实性是否是有真实性，还是他为了出名而编撰的。但是呢，帕梅拉和他的支持者来说，这份结婚证明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证明了前世记忆它并不是纯属想象。第二种反对前世记忆真实性的人说，你这个信息可能是从自己潜意识中提取的，可能是我们比如说我们从小到大受到的历史文化的背景啊，我们看的那些书呀，甚至是我们接触的一些电视剧影像的一些信息，我们在对这些信息的进行组合和编撰，它并不是真实的。布莱恩·韦斯教授在他的著作中也有一些案例是可以推翻这个论断的。比如说，布莱恩·韦斯教授他最早开始发现前世记忆存在的病人就是凯瑟琳女士。凯瑟琳呢是他同事，他长期被自己一些精神方面的不自信啊、恐惧啊，还有一些身体上莫名其妙的病痛所折磨，直到他的朋友把他介绍给布莱恩·韦斯教授。布莱恩·韦斯教授在给凯瑟琳做深度催眠治疗的过程中呢，当时他还不知道有前世记忆的存在，他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领域。而且最开始给凯瑟琳做深度催眠的时候，凯瑟琳也只是回忆起了她童年一些具有标志性的一些事件或者让她以为有可能跟她的病痛有一定关系的事件。但是这几次治疗完以后呢，凯瑟琳并没有得到明显的缓解。在有一次给她进行深度催眠的过程中，突然凯瑟琳回忆起了她的前世记忆，并且详细地描述了她在那个时代的一个生活和经历，而且在随后的治疗过程中，这样子的回忆越来越多。凯瑟琳回忆起了她更多轮的前世，并且跟韦斯教授非常详细地描述了这些记忆的细节。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前世记忆和韦斯所知道的历史基本相符。而基于对凯瑟琳的了解，其实凯瑟琳不管是我指的是今生的这个凯瑟琳，她不管是从学识上、她的学术背景上，以及她的一个阅读习惯上，她并没有接触过这些古代历史和相关的一些看书的经历。凯瑟琳她当时应该是只是个护士嘛，而且凯瑟琳甚至在她的前世记忆里面回忆起了她在很多个时代不同的一些服装细节，甚至还有那个时代的一些风景特点，那个时代的一些建筑特点，还回忆起了他所处的不同时代的一个社会结构。这些都已经超出了凯瑟琳今生的一个知识领域，因为凯瑟琳在今生其实是一个相当普通的美国妇女嘛。这个事情带给布莱恩·韦斯教授相当大的一个震动，他开始有意识的去记录他很多的一些深度催眠过程中病人回忆起的片段，因为以前他遇到这些片段并没有留意，甚至以为它可能是一种幻想或者是一种记忆的一些拼凑。
第三种论调，他说前世记忆是催眠师他在进行建议和引导的过程中会有误导的成分，他们引导病人想象出一种场景，并且让被催眠的人以为这种想象出来的场景是真实的前世记忆。但是也有专家他记录的一些案例是可以推翻这个论断的，就是迈克尔牛顿他有本作品呢叫做《灵魂旅程》，然后里面记录了一个案例是这样子的，就是有一位女士她在深度催眠的过程中回忆起自己曾经是一个日本武士，他回忆起了在那个日本的村庄里面他们是如何生活的他们的服装特点，他们处在哪个时期，然后他还详细的描述了那个日本村庄的建筑风格，他们的饮食习惯。他和他的同伴们，他和他的战友们在一次敌人入侵的时候呢，勇敢的去反抗了。他详细的描述了在那次战争过程中他格斗的手法，而且他描述了自己死去的一个过程。他说他在战斗的最后阶段被一位敌人用剑刺中了脸颊跟喉咙，他感到自己呼吸困难，但是他依然让自己坚持战斗。他在最后时刻甚至击退了一名敌人，在他快倒下的时候，他能够感觉到有另外一名敌人给他发起攻击，因为他无法再抵抗了，他在倒下的瞬间被刺中了，他就慢慢的死去了。他说他死去的时候能够感觉到灵魂离开肉体，进入到一种光明跟和平的状态。这个阶段是很多回忆起前世记忆中死亡场景的病人都会有的一个场景。给他做深度催眠疗法的迈克尔牛顿教授，在这个案例记录之前，他其实对于日本那个时代的村庄生活、建筑风格、日本的一些知识点，他其实并不是非常专业的，他也没有想过，也没有用一些日本的古时候日本武士时代的一些历史背景或者是一些细节去引导他。病人就在深度催眠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呈现出一个真实的、细节丰富的、身如其境的这么一个故事。基于对这个案例的一个好奇，他就去做查证，去调查这段历史背景，发现他所描述的服装特点、建筑特点、日本村庄的风格，以及这种自我保卫的一些战斗，都可以在历史的细节中得到佐证。我知道很多人其实都对深度催眠甚至前世记忆都充满好奇，那且不说相不相信，如果深度催眠可以让你有机会去获取你的前世记忆，相信还是会有很多人会蠢蠢欲动、跃跃欲试的。那些很奇怪的缘分妙不可言，会不会真的跟我们前世有一定的关系呢？如果人真的有前世，那你是无数个前世，还是只有一次前世呢？下一期我们就来聊一聊我们无数个前世和今生的关系。